乌克兰融入北约军工业之后，武器或将不用援助，乌可以自给自足。现在乌俄战争其实打的就是后勤，看谁先撑不住。俄罗斯拉了伊朗、朝鲜过来，乌克兰背后是北约，说实话没得怕。但俗话说得好，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北约再怎么有钱，也不会一直无条件给乌克兰送武器。乌俄战争结束之后，乌克兰就要靠自己生产武器了。不过现在的情况各位也都清楚，因为战争在乌克兰本土，加上俄罗斯现在一直用伊朗无人机袭击乌克兰，乌克兰能用的军工厂，不过战后恢复起来也是个麻烦事。所以贴心的北约兄弟就给乌克兰送温暖了，在乌克兰本土合作建造生产线，也就意味着乌克兰可以打造无人机军队，并且制造北约口径的火炮。那么这对于乌俄战争有什么影响？乌俄战争进行了9个月，乌克兰军队早已不是外界原有印象中的那支军队，而是经过战火熏陶之后脱胎换骨的北约化军队。北约已经对乌军进行从人员到装备的脱胎换骨大换装。以人员为例，美国、波兰、法国都对乌克兰军队的基层骨干力量以及指挥人员进行强化的系统性培训，完全按照北约标准进行。这些人员训练完毕后已经被放回，以此为骨干组建新的乌克兰军队。这便从组织层面保证了北约的作战指挥。除人员培训外，还有武器装备的制式化。从乌俄战争的本质而言，俄罗斯军队在与北约军队作战。现在的乌克兰，无论是在指挥体系、情报支撑，还是训练武器装备，如今的乌军已经与北约军队没有多大区别。唯一的问题就是乌克兰没有办法生产北约系统的武器。乌俄战争刚开始的时候，俄罗斯是偷袭，导致乌克兰军队节节败退。向北约求援的时候，考虑到乌克兰用的都是苏式武器，包括美国在内的北约国家都是将自己已有的装备，尤其是波兰等中东欧地区国家装备的原有苏式装备，一股脑的援助给乌克兰。这些老式装备的性能一般，乌军用这些落后的武器，防御都是问题，更别提反攻了。现在乌军北约化，战力增强，反攻也就开始了，进度有，但是速度一般。夺回哈尔科夫之后，大规模的胜利就没了。赫尔松也是俄罗斯主动撤离的，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火力不够猛，毕竟乌军现在用的武器都是靠北约援助，数量不够多，这也就导致顿巴斯、扎波罗热地区的僵持。不过从现在开始，这就不算是问题了，乌克兰也能生产北约武器。乌克兰国防工业集团预计将与至少6个北约成员国一起生产重型武器和军事装备，已经和波兰、法国、丹麦、捷克以及其他一些国家达成了协议。多国将成立联合装备公司，组建弹药生产线。此外，还将联合生产装甲车辆和多管火箭炮，并研制新型高科技武器。在乌俄战场上的试验后，不但能够满足乌克兰军队的使用，在战后还可以出口到其他国家。而且基辅还希望与土耳其的 TB2 无人机制造商一起在乌克兰建立一家生产无人机的工厂。这事儿其实早就有苗头了。10月份的时候，北约就宣布启动在未来10年重建乌克兰国防工业的计划，逐步淘汰苏联时期的武器，转而采用北约装备。当时没有提供太多关于重建工作的细节，只是说会注重乌克兰的长期需求，并且涉及一些国际合作伙伴。这项合作不就来了？这个方案能大幅提高乌克兰的装备和武器弹药长期作战能力，只能说很棒，双赢。乌克兰有武器弹药可用，合作国家也有钱可赚，而且乌克兰在乌俄战争开始之前就跟北约国家建立国防领域的合作，比如乌克兰在2021年9月，国防工业集团就和美国几家国防公司签署了协议，总价25亿美元的数个联合项目，洛马公司就是其中一个。不过乌克兰所占有的比例大概率不多，乌方的军工业老本基本已经都吃光了，各类军事装备生产线也被俄军炸了。如果想实现武器装备的大规模量产，大部分依靠北约国家，但是现在这个时候武器能生产就行，之后的盈利分成并不重要。至于这次的联合生产武器的细节，没有生产什么武器，怎么生产都没说，但重点肯定是无人机。
现在乌俄之间的无人机战场可谓是愈演愈烈。自10月份开始，俄罗斯就将目标对准乌克兰的能源设施，其中又以基辅为最，停水停电就是常识。所以在乌克兰全国范围内建立特殊的无敌中心，可以向民众全天候免费提供电力、热力、水源、网络、移动电话连接、药品等服务。如果俄罗斯再次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袭击，它可以起到关键性作用。乌克兰目前已经建了超过4000个这样的无敌中心，当然也不能光防御不反击。10月份的时候，乌克兰就宣布已经研制新型军用无人机，反制俄军使用无人机进行空袭的战术。到时候，乌军也将用这款无人机对俄本土和军队阵地展开轰炸。据乌克兰国防工业公司透露，该无人机的各项指标都是以俄天竺葵2无人机为样板，但要求在其基础上进行全面升级，航程与俄罗斯同行差不多，续航都在1000公里以上，但其战斗部几乎翻倍，可以携带75公斤的高爆炸药。天竺葵2只能携带大约35公斤左右的炸药，并且乌克兰的新型无人机可以根据战地环境，在50到600千米的高空择机发射弹药，或者是发动自杀式撞击。同时，该无人机还将具备光学导引能力，能够让其驾驶员操作它，精确地对重要目标展开轰炸。而天竺葵2使用的大概率是精度更差但成本更低的雷达加惯性导航系统，其末端制导能力应该会比乌军的新无人机要更差一些，但优势在于无需操作员的实时引导，抗干扰能力也更强。乌军并未设计和使用过同类型无人机，最接近的只有 ST-35无声雷霆小型游荡弹药，但这种游荡弹药的重量只有9公斤左右，续航时间也只有60分钟，只能在近距离打击一些无装甲或轻装甲目标，和重量动不动100多公斤、续航上千公里的大型自杀式无人机差得很远。乌克兰新型无人机大概率是图141雨燕的改进版，而且乌俄战争刚开始的时候，一架雨燕无人机飞越了几乎整个巴尔干半岛，并坠落在捷克首都附近。这2架无人机在技术特点上都完全相符，而且乌克兰还保有苏联时期全套的图141无人机图纸。虽然这款无人机早已过时，但如果将它作为自杀式无人机，这种低成本耗材来用，还是有着可观的战场价值的。而且图141这种老掉牙的无人机很便宜，单机成本在1到2万美元左右，这和俄罗斯目前使用的伊朗见证者136有的一拼。不过价格差不多，作用可不一样，在无人机这一方面，俄罗斯是真不行。俄军直到最近才开始部署大型武装或监视无人机。在乌俄战场，俄罗斯主要依赖较小、较熟悉的瞄准和干扰无人机。相比之下，2014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时，还没有无人机的乌克兰军队，如今在北约的支持下，已经拥有数千架无人机。而且俄罗斯在乌俄战争前期对无人机定位也有问题，把无人机当作工具或有人系统的延伸物。海鹰10无人机是利尔地基电子战系统的一部分，实质上充当该系统的扩展天线，用来探测或干扰敌方的信号传输。俄罗斯的无人机行动需要不间断的高质量远距离通信，很容易受到乌克兰反无人机系统的破坏。直到乌军上演一波无人机空袭，这才反应过来。同时，乌俄双方在反无人机这方面也有差距。乌军已经部署多个北约提供的电磁战系统，击落数十架俄罗斯无人机。尽管俄罗斯在过去20年中调整了电子战部队，但其干扰器基本上是无效的。俄军被迫用成本远高于其目标的地对空导弹击落乌无人机。最重要的是，乌克兰有北约的支持，北约可以向乌克兰提供俄军的实时坐标信息，这才是乌克兰无人机最大的优势。不排除乌军获得足够数量的自杀式无人机后，会再度对克里米亚半岛等目标发动袭击。与北约合作之后，之前乌克兰提高的2.5万架无人机痛击俄罗斯，不是没可能。基辅方面当前受的罪，早晚会在俄方的身上上演。值得一提的是，11月24日的时候，16名美国参议员已经联名要求五角大楼向乌克兰提供大型长航时的 MQ-1C 灰鹰无人机。海马斯火箭炮能将俄军从第聂伯河右岸逼退，那么灰鹰就能将俄军从左岸赶走。灰鹰无人机依靠其长航时以及携带的8枚高精度地狱火导弹，可抵消俄军对乌军的常规火炮的优势。
并且能将处于一线大后方的俄军弹药库、指挥中心等海马斯火箭炮没法够得着的目标纳入到打击中，从而拉长俄军的补给线，甚至是能将俄军从第聂伯河左岸逼退。总的来说，乌克兰与北约联合生产武器之后，俄罗斯的目的算是彻底无望了。比如乌克兰中立化、去军事化。俄罗斯之所以发起乌俄战争，因为乌克兰与北约站得太近了，按照普京的说法，会威胁到俄罗斯的安全，所以打算用武力方式逼迫乌克兰做出中立化的选择。但乌俄战争持续到现在，泽总通过签署不与俄罗斯进行谈判的法律，已经宣告俄罗斯的这一战略目标落空。俄罗斯另一个目的就是乌克兰去除军事化，也就是打掉乌克兰内部的军工企业。作为乌克兰继承了苏联的一部分遗产，具有军事工业潜力，在北约的支持下，乌克兰便可以立即复活乃至做大自己的军工产业，利用自己生产出来的武器装备对俄罗斯造成巨大威胁。所以普京觉得给乌克兰去除军事化，才能去除乌克兰对俄罗斯的军事威胁，同时又能够保证乌克兰实现自己真正的中立化。没有牙齿的病猫肯定会让人觉得更安全，但以目前情况而言，所谓的去军事化反倒进一步加速乌克兰的军事化与北约化。这也是为什么俄罗斯会有伪公投，眼看目的达不成，俄罗斯就直接揭开面具当个强盗，通过对土地、人口的实际占领与控制，彻底削弱乌克兰，把乌东四周纳入俄联邦的领土范围。可惜只是白费力气，现在乌克兰距离光复赫尔松只有一步之遥。如果美国真的援助辉鹰无人机，那就不光是赫尔松了，也能打开顿巴斯、扎波罗热地区的局势。好了，今天的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乌克兰与北约会联合生产什么武器？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如果视频内容有不对的地方，也可以在下方指正。我是火力军，下期见。